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讲首相玉阶纹，富贵满仓储，女性夫子眼，旺夫又一子，手掌的纹路多样，吉凶难料。其中吉利的符号能增强个人运势，带来富贵和幸福，而不利的符号则可能导致运势下降，钱财难以积聚。让我们用新的视角一探究竟吧。手掌厚实，肉感充足，手背凸起，显示出一种脚踏实地的劲头。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缝隙较大，预示着钱财易得难留；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的缝隙较宽，则暗示着晚婚或子女数量不多，甚至可能遇到与子女相关的困难。食指根部若展现出稀有的玉阶纹，则为一种罕见而吉祥的手相特征，寓意着步步高升、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仓库充满财富，据说拥有此纹的人将享受贵人相助，事业发展顺畅，犹如登天梯般步步高升，富贵加深。事业线清晰，但分裂为两段，意味着早期可能经历职业波动，但25岁后命运将趋于平稳和顺利。智慧线的分叉可能导致记忆力问题，感情线的弯曲和小三角则表明夫妻间可能存在小摩擦。结婚线有3条，长度不一，表明夫妻间虽偶尔争执，但关系总体稳定。从另一种角度解读，这些手相的特征描绘了一个早期可能面临挑战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逐步迈向财富和稳定的人生轨迹。第二，富贵手相的6种奇纹。1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2. 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3. 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，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4. 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5. 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，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6. 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第3，掌中3样纹。荣华富贵沉是什么意思？老祖宗的识人术准吗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精彩纷呈，而识人术作为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文化内容，更是受到了人们的青睐。数千年来，古人的识人之术能够延续至今，并且对我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，足以说明它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，以及在我们民间老祖宗心中的地位。
俗话说人心隔肚皮，人与人之间的往往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而和古代的识人术就是要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探寻他们的人生轨迹。古代识人术识人的主要方法，主要是从一个人的外在的容貌和特征来鉴别的。古人有掌中三样纹，荣华富贵沉的说法，这句话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老祖宗这句俗语的意思，指的掌中有3种纹路，就表明荣华富贵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轻松获得它们。那么到底是哪种纹路呢？其中一种是在天纹之上与之平行的线，第二种手中的纹路，古人将之称之为三抱，是指在食指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的横着的纹路，一般人只有1条，而如果有3条就被称之为三抱。第3种是在拇指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的横纹，如果这种纹路呈现出一种眼睛状，就被称之为是孔子眼或者是凤眼。老祖宗认为手中有这3种纹路的人往往有着不凡的成就，即便不是，家中也不会缺衣少食，命中会有不俗的富贵。当然，老祖宗的这种观念其实并不被当代的人们所认可，人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无稽之谈，一个的成就未来甚至是富贵与否，全在于自己是否努力，全在于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，而不在于自己的手掌的什么样。人们之所以有掌中3样纹，荣华富贵沉这样的民俗说法，就是因为在古代，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文化异常发达，无论是星象，还是占卜，亦或是堪舆等等。而且这些神秘文化还受到了封建王朝的追捧，以至于民间的人们也对此笃信不疑。这样的民俗文化最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往往是出于一种生存生活的需求，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风调雨顺，渴望家里不要受穷挨饿，这样的需求美好而简单。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，一部分的财产增多，生活优渥，并且备受尊崇，但一部分人却整日还需为温饱发愁。基于此，人们开始了对命运的思考和关注，希望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富裕起来，从而受到大家的尊崇，不至于为了温饱而发愁。于是祈求安康顺遂便成为了民间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。所以从本质上来讲，我们所说掌中3样纹、荣华富贵沉之类的俗语，往往都是一种对祈求安康顺遂的外在表现。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是老祖宗上千年的文化传承，而识人术又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用俗语作为表现形式的识人术，更是老祖宗此类文化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老祖宗古代的智慧经验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，但从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他所展现出的深刻的文化内涵。第4，案例分享。男人手相有这个特点，过了70岁这个坎，晚年必享高寿，此人上庭稍窄，下庭稍短，强运在中年，早晚都一般。不过额高，早年学业不错，就是额头稍尖，难得长辈助力。早年自信心也不足，个性内敛谨慎，眉毛相对顺滑。30岁开始有些起运，眉眼得配，田宅功成。青年时期能稳住事业和姻缘，只是眉粗稍散，有些粗枝大叶，忽略细节，洞察力也稍弱，注意烂桃花干扰，山根有力。此处承接印堂合鼻，也是结婚成家的阶段，能嫁良夫。家上鼻高隆有肉，夫运强，财运旺。颧骨饱满有肉，颧骨代表周围的助力，鼻代表自身，能很好辅佐鼻运，只是人中稍短，鼻头有些压人中，子嗣不丰。不过腮骨凸而有肉，奴仆功成，和子女晚辈缘分深厚。四方口有口福，为人大方慷慨，人缘不错，只是下巴稍短，晚年难留下钱财。长色来看偏火长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性格稍急，手指根部长丘有些平薄，福运根基一般，特别是食指根部巽宫见褶皱，此处是正财位，说明财运一般，本职工作有些动荡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